大家都知道，去年地方大选最热门的议题就是论文。各党各派的政治人物陆陆续续被爆出论文抄袭或被质疑请人代写。政治人物论文状况出包这么多，多到我们开始觉得奇怪：找枪手真的这么简单吗？是不是跟网购一样，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搞定呢？但是在台湾有多少学生会找枪手去代写论文？业者又要怎么样去协助学生避免被抓包呢？论文代写的商机到底有多么庞大？只要在 Google 或者是虾皮上输入"论文代写"4个字，就会看到标榜代写咨询指导的服务大拉拉刊登在上头。相关的服务还包括代写、专题代写、备审代写，甚至连罚写都能够付钱请人帮忙写。我们就找到了一位正在念在职专班的学生，请他帮我们询问其中一位卖家。没有想到，短短几秒钟就立刻得到回应。那根本没有题目嘛？题目的话，我是目前是定就是那个台湾消费者电动车的那个购买意图。不是、啊，那个是一个方向，但不是一个题目。对你购买意图只是一个方向，基本上我们会讲的比较扎实、比较细一点。会再更聚焦哦。当然啦，你这个没办法写的啦，你这个怎么写？所以这个部分就没办法，请你们帮我再多想一下嘛。那因为你一定是没有想法的人啦。对你这是一个在职生，你们又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所以你们要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是需要我们专业来协助你。我们询问到2家业者，一家只能够选择整本论文都委托给他们写，最后会提供你口试用的 PPT， 还有按照学校要求的排版，一条龙包到好。那么另外一家呢就比较弹性，把服务项目拆解成论文提案、论文前3章，还有第4章统计分析以及第5章的结论。客户可以依照预算跟需求自己选购需要哪些项目。有一些在职的，他只买前3段，他没有买第4段，是因为他在那个行业。有些人是可以自己做的，那你就可以省这个钱，可以省1万块。那我们就是有时间成本的啊，对吧？所以说你可以自己做，我都需要你们可以自己去做。真的啦，我不会说你们都给我做，我赚的钱不需要，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好不好？大家都很忙。如果写得让教授不满意，那2家业者也都提供修改的服务。毕业者能够免费提供1次的大修改，不限次数的小修改，而至于 A 业者呢，要大修改就必须再多花5000块钱。我就是教授看了 OK 可以毕业，你不是将来要去做学问的人。看到这边，你一定开始好奇，那到底一本论文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呢？我们实际询问到的结果是新台币95000元。如果这个价格你觉得很高，那没关系，也有便宜一点的，大概2、3万就有。只是当我们跟价格比较高的毕业者说，不好意思，我们的预算只有5万，结果呢，就当场被教训一顿。在我们找寻代写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许多业者会标榜自己的团队是一群教授、博士或老师所组成。所以这些老师也搞斜杠吗？还是这群高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论文代写产业的其中一环呢？那你为什么那么懂教授啊？是因为遇过太多，还是你自己也是教授？要不然怎么那么……这个就不跟你讲了。没关系，你不用明说，大家应该心里都有答案。如果自己论文没有自己写，那你的学位就可能会被撤销。不过帮忙代写的那个人，他会怎么样吗？我们翻开学位授予法第18条之1，还有第18条之2，上面提到有实际代写行为或是刊登相关广告去引诱客户去购买相关服务，也都会受罚，罚金高达新台币30万元到100万元，而且是按次开罚。但有趣的事情是，网络上这么容易找到代写论文的广告和资讯，理论上应该能够替国库进账不少吧？但是学位授予法的立法已经超过9年，实际的裁罚却只有11件而已。所以真要揭穿，我觉得老师这一方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学生也会想办法隐藏他代写的事实嘛，但是在信任学生的这种基础之下，我不太容易去识破。不管怎样，在代写论文这一块，台湾还算是有法可管。有些业者脑筋动得很快，他们看准中国对代写业者并没有具体罚则，加上市场非常的庞大，所以就把经营重心转移到对岸，发展成另类的台湾之光。我们就找到一位成功西进的代写业者 Bob。
那它究竟是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而又是怎样在两岸经营代写产业的呢？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小白，我没有任何的就是样板，所以我们想要参照一个比较有规模性的样板。因为论文这块市场是它比较没有这么严格的法规限制，所以我们都会去看他们到底如果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样的发展更快速。所以他们知道中国人在做这一块，虽然做得很大，但是呢，可信度并不高。所以他们中国人更喜欢台湾的团队。目前看起来，我们能够接到海外的中国客户，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有表明我们是台湾的。所以台湾这是个名牌，对。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拓展的一个利基点。Bob 透过认识的写手得知，中国论文代写的产业经营模式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前往中国取经，同时也将大部分的生意转移到中国，专门处理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案子。而且在中国大陆，一篇论文可以开价到新台币30万元，是台湾论文价码的3倍。更有趣的事情是，Bob还借由中国开发的论文写作系统，加速论文的生产速度。以你们这样的速度，大概多久就可以帮他完成一篇论文？如果以2至3人，应该1个礼拜内就可以结束了。中国写手比较便宜，台湾写手比较贵，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中国都会接到 case 比较大的，给台湾人写，报酬比较好。台湾的是不是利润比较少？那因为他们的对于金钱的需求也比较小，给他们写，然后同时这样子也能规避到风险。假若被抓到了，台湾的被抓到了，一位学生，比方说你是学生、研究生被抓到了，那谁帮你写的？中国人写。所以要怎么处理？没法。啊？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啊？规划出来的。找人代写论文在台湾的学界是不能说的秘密，但在中国早已摊在阳光下。不过这门生意要怎么找到更多的客人呢？爸爸说他们会请配合的研究生或是助理教授去说服收入看起来比较不稳定的教授，请这些教授去对学生加强管教，再将代写业者的联系方式透过配合的研究生或是助理教授直接发送到班群组的微信群。他只要不让你过，那你就不会过，那你就只能一直改，那一直改就产生了需求，那我们就有存在的价值了。那教授他们也会推荐给教授，到时候串联成功，我们才会告诉他我们的规则，还有分配这个佣金的方式。本质上的不变就是让这个需求更放大而已，因为他们没有这么严苛的规范在，所以这件事情在他们来说的话，并不是这么的危险，而是可能把它变成一种灰色的生意。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论文代写早就在全球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每年全世界论文订单估计就多达数百万篇，光是中国论文工厂的产值就超过40亿新台币。那台湾的商机又有多大呢？我们请爸爸根据他的经验帮我们实际估算台湾的市场。台湾去年硕士毕业生大约有5万人，以爸爸在实务上遇到比例去推估，大约有1/5的学生会找人去代写，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7500位的客户需求。以台湾的客户来说呢，一般大概愿意花3到5万去请人帮忙处理一部分论文。我们用平均4万来估算，论文代写的商机每年大约就有新台币3亿元。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地方有钱赚，是因为有需求。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庞大的需求呢？论文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写？难道是教育制度出问题了吗？写作障碍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牵涉到更根本的台湾的文化所造成的问题，所以我们并没有从小就训练那种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又提出原创性的想法，而且把想法形诸文字写出来。所以论文代写这件事情，并不是仅仅止于硕士专班或 EMBA 的，其实一般研究所也充满了这一类的人。事实上，恐怕不只是这样，它只是一个冰山的表层，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竞选，
所以并没有浮现这个问题。目前在台湾，如果要取得硕士学位，除了少数科系能以作品或者其他方式取代论文之外，大部分要通过毕业门槛都还是得提交论文。只是在职专班的先决条件不同于一般生，有教授就认为，也许学位可以仿效外国改成修业证明，不一定要完成论文才能毕业。30年前，人们赋予硕士学位很高的价值，但现在，硕士已经非常普及了，甚至于腐烂了。但是之前的这种期待要通过硕士论文这件事情，并没有顺应时势而修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严格要求，就是要通过硕士论文。形式上要求啦，有没有严格的另外一回事。对，正是因为写论文对现在的硕士生来说太具挑战，我们在访问写手跟业者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在从事的其实是一项助人为善的工作。你长久做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你好像都在做帮助别人的事情，有点像以前的私塾、家教，只是更进阶一点的。只是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太被认可而已。这一块需要帮助的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你们居然都不知道。老师也没有讲基本功，那学生自己在那边碰壁，到处去碰，你知道吗？碰了老半天就是找我们接人的案子就是要你毕业嘛，你延毕，我们还是要把你继续服务到毕业，不然我们就没有江湖道义。代写产业的业者好像是某一部分取代了教授跟老师的角色，你会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这种计划执行会绑教师评鉴，我感觉到我比以前有更多的指标是要在我的原来是很单纯的教学活动当中是要顾及的，这部分会稀释掉我注意力。所以如果指导学生论文是个位数，就是比如说3、4个的话，也许还可以承受，但是一旦它超过这个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时间非常非常有限，那常常就会顾此失彼，整个来讲指导品质一定会变差，这是我自己亲身感受。整个台湾教育下体制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现象来去设立这个学位授予法去规范你们这样的行为，而是整个架构可能在根本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是不是不需要这么多的研究生？我们是不是不要过度的神化学历这件事情？如果这样子能够改善，那这个行业它就可能会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会希望这个行业没有存在的价值？可以，因为我不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权利、利益、民生的这种读硕士、通过论文拿到学位的这些目的，就是手段目的的混淆。那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法律是没有办法约束它的。我们回头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写论文呢？历史上最早的论文是出现在17世纪，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科学期刊。当时写论文的目的是将新的发现用文字记录下来。不过，当今社会写论文慢慢演变成加薪、升迁或在自己人生履历上面镀金的一种手段。就算代写论文产业因为在入学门槛降低、教学品质下降以及在职专班制度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当中，它诞生了。但是找人代写论文终究是一件学术诈欺行为，也难怪社会大众对于竞写论文事件大多感到嗤之以鼻。谢谢你加入这一集的星期一现场，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做这样的内容，也欢迎您用超级感谢来给我们赞助。我们下次见。实验写的不接，文史哲的不接，所以地理就不行了，对不对？上次有一个是做那个什么地形跟气候变迁什么的，那个要命啊！那个你给我20万，我也不要做那个啊，那个太花时间了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它的收集资料时间要很长。好，那即使不采用公开资料，就是说，比如政府的资料，他要去斗一个模式，假设很不幸的，你统计好发现它没有关系，那怎么办？最后第5章可能会写不出来。那我不知道哦，看你教授哦，你教授可以